前阵子世界棒球经典赛当中，台湾啦啦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而最近职棒正式开季，乐天桃园女孩加入了一位来自韩国的啦啦队偶像李多慧，又再度的引爆热烈讨论。不过这现象有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棒球啦啦队现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大家回到台味77系列。前阵子大家有一起封 WBC 经典赛吗？这届经典赛除了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之外，台湾精品经典女孩所受到的关注同样也不可小看。以人气成员林湘为例在一个礼拜之内，她 IG 的粉丝就增加超过了10万，而包含她在内，这次21名奋力应援的女孩，全部都是来自职棒各球队人气最旺的啦啦队成员。他们的人气有多高呢？不止台湾内外的媒体发现找到这个流量密码真相报道，就连主办的 MLB 官方呢也发现说，台式应援就像一个15000人的派对，堪称艺术。很多现场的外国观众也会跟着起舞。而在我们确定被淘汰之后，日本球迷更是哀鸿遍野，因为这样子他们就看不到这支啦啦队在日本登场了。不过，其实职棒啦啦队在台湾已经发展将近20年，而啦啦队所引起的本职迷之争呢，一直都是球迷之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会从啦啦队的前世今生开始，带大家看看他们创造的价值到底有多厉害。最后也会讨论刚刚说的本职迷之争到底是在吵什么。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每次遇到工作场合需要开口说英文，就会让你前一天睡不好觉吗？别担心哦，今天要介绍这档经理人月刊唯一推荐的商用英文课程，能够帮助你摆脱不敢开口说英文的困扰。课程讲师 Catherine 呢，自学英文超过25年，经营的 YouTube 频道超过47万粉丝订阅，在台湾土生土长，他非常知道要怎么样克服台式英文的困境。这堂课采用独创的 PLP 点线面学习法，用简单关键字就能够创造流畅的英文语句。我觉得步骤明确也很好记让我可以想到更多英文表达的方式。而且课程还搭配了经理人10个独家职场沟通秘诀，教你商务沟通的关键技巧。有5大职场实用情境教学，包含自我介绍、简报、开会、接待来宾跟拜访客户。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课程，给自己一个强化英语表达的机会吧。目前还有好康优惠4月20号前呢，限时5折，现省3200元。输入志祺77优惠码，还能够现折600元哦。在啦啦队女孩出现之前呢，台湾职棒比赛的应援主要是由球队的官方后援会来带领。最知名例子就是统一狮队的彪哥何信彪，身为应援团队长彪哥会拿着麦克风带领观众喊口号，另外呢也会有乐队会敲锣打鼓、吹小号，在场边炒热气氛。而球迷主要是靠着啦啦棒还有汽笛来呼应。那有些球队的球迷甚至有自己的战歌。对，相较于美国职棒呢，其实台湾的职棒比赛从以前就超级热闹。那既然以前这么热闹，啦啦队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从1997年开始，中华职棒接连爆发了好几次假球丑闻，票房落入了谷底。而原本平均每一场观众呢可以有5-6千名，但是呢一路跌到了不到2000人，球团呢也从7支大幅缩水到了4支。那虽然票房很冷但是台湾的天气还是蛮热的，所以冬天的时候，日韩球队呢都会跑来台湾交流。2005年，乐天桃园队的前身 La New 熊队就参考了日韩职棒推出了 La New Girls， 是台湾职棒的第1支女子啦啦队。跟传统的应援团相比呢，啦啦队多了漂亮的女孩，她们会在换局或者是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帮上场打击的选手表演不同的舞曲，并搭配应援队长呢一起带动全场气氛。2009年统一推出了 Uni Girls， 而2013年呢，另外2支球队也都各自推出了自己的专属啦啦队。也就是说，从2013年开始，中华职棒所有的球队都已经把专属啦啦队视为标准配备。除了全部的球队都有啦啦队之外呢，2013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台湾在 WBC 经典赛当中打入了复赛。对，就是广告里面说了10年终须一战，王建民很强的那一年当年呢，每一场比赛都扣人心弦，我们还差点打赢日本。那在国际赛成绩漂亮、场边应援也漂亮的双重利多之下，2013年开始，中华职棒的票房就开始一飞冲天，顺利的回到了职棒的巅峰时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啦队的参与一直都是非常多人会关注的焦点。
啦啦队的魅力有多强呢？以最老牌也最成功的乐天桃园为例他们会举办以女孩为主题的活动，非常的受到欢迎。而平常比赛最靠近女孩的法香区座位呢，这也总是一票难求。女孩们红到可以出专辑，还能够吸引各家厂商联名赞助合作。光是透过赞助联名商演、周边商品以及各种球团活动的收益，啦啦队这边呢就能够帮球团获利。而2022年明星赛呢，5支球团的啦啦队女孩们更是罕见的齐聚一堂表演，获得了广大好评。年底甚至直接攻入了巨蛋。今年初，台湾精品经典女孩的阵容一公布比赛的预售票就立刻从2成冲到了4成，速度非常的惊人。刚刚说到呢，早期职棒的应援主要交给后援会，当时这比较像是附属的性质，但现在每支队伍呢都已经把啦啦队视为重要的资产之一，重要性甚至不会输给球员。就像选手有选秀，啦啦队也需要选秀。以往呢，中华职棒的球员选秀会最多只会有185个选手报名参加，但是呢，2022乐天宣布海选练习生竟然吸引到了300人来报名，最终选出了25名的练习生。每年各队的啦啦队甄选都会吸引一大票的这个校园美女或是其他来头不小的人来参加，而甄选的过程还会开放网络直播。那他们进入球队之后呢，球团会编制庞大的团队来帮助女孩适应这份工作。除了经纪人之外呢，也有舞蹈总监等等的角色。为了吸引各种不同的粉丝球团会为啦啦队女孩们设定多元的人设，而女孩们在社交软体上面的经营也受到球队严格的规范，不能够聊色、谈政治只是基本。球队也会要求女孩发文的频率跟时间。如果需要拍业配照片，球队也会提供合作的摄影师。对了，说到业配很多球团都表示，其实他们不会买断女孩的经纪合约，在球团的工作之外，他们也可以自由的接各种商演或者是业配。另外，就像职业球员的球具有赞助，受伤呢可以获得医疗照顾，啦啦队女孩呢也有化妆品的赞助，跳舞受伤呢有医生，如果要医美呢，球团也有配合的诊所。那总而言之现在大家应该都公认台湾的棒球啦啦队发展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那如果是日本或韩国，问到谁是人气最强的女团，大家可能会想到 BLACKPINK 或 AKB 之类的艺人，但在台湾说到最强女团，大家喊出来的答案呢，通常会是某个职业运动的啦啦队。不过虽然啦啦队发展蓬勃，但是这10几年下来，还是蛮常有一些被质疑的地方。而接下来呢，我们主要会把这些质疑分成2个角度来聊聊。第一个争议呢，就是所谓的本质之争。有些人强调，棒球比赛的本质应该是球员以及比赛的内容。这些人呢，会被称为是本质迷，他们非常不喜欢现在很多人都是去看妹子的，而且呢，这种人甚至还戏称球赛的本质是啦啦队，球员才是附属。像乐天桃园呢，就会被说成是乐天女孩附属职业棒球队。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炸裂陈子豪，应该随便呢就能够找到好几个流量好几百万的应援影片，而里面留言很多都会说呢，我不知道谁是陈子豪，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我支持他，谢谢他造福广大男性。本职迷批评现在啦啦队受到关注的程度已经超越球员了，有的时候他们打出重要的生涯里程碑，版面甚至还比较少。这对于努力训练、顶住各种压力、打出表现的球员来说，可能会觉得很丧气。那有些人认为这一次 WBC 其他国家被关注的，通常都是球员的实力或人生故事，但台湾好像只能够靠啦啦队。某种程度上面呢，这可能也是台湾棒球实力进步很慢的原因。因为运动实力要强的关键是我们参与的人口要够多。那虽然职棒的票房表现呢有提升但如果大家都是去看啦啦队，代表他并不是真的喜欢棒球，更不可能自己去打球。那风气没有养起来，台湾棒球的实力当然难提升。不过关于这一点也有人反驳啦啦队把观众带进球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让棒球比赛变得更好玩、更有趣，这是连很多 MLB 的球迷都很羡慕的事情。而且影响台湾棒球实力的变数有很多，把打棒球的人太少球员实力没有进步，还怪啦啦队太夯，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要是根本没有人进场看比赛，职棒经营不下去，球员的生计也会跟着遭殃。另外一个争议呢，是有很多人会批评现在的啦啦队有性化女性的问题，因为他们总是要被要求穿着这个性感的衣服来展露自己的美貌与身材，来服务或取悦男性观众。而男性观众关注的焦点通常也都是他们的身材或外貌，而不是他们跳舞的技术或其他人内在的特质。有些批评者会强调，并不是说只要穿着性感就不好，像 BLACKPINK 的表演就比较没有争议，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表演主角。但是职棒啦啦队呢，却是要求女生要打扮性感去帮一群男生加油。
他们批评这种男生比赛女生只能够当配角的分工，根本就是一种刻板印象的重现。为什么不多找男生来跳啦啦队？女生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找男生来跳啦啦队应援吗？而且，如果很多男生也有意愿或是有这样子的舞蹈表演能力，但啦啦队只收女生，那对于这些想要跳啦啦队的男生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强调以外貌跟性感为主的表演，可能会让年轻的小女生以为，如果他们以后出社会要成功，就必须要有特定的外貌或者身材，导致小朋友出现更多的容貌焦虑。不过，也有一些人反驳这些性化的指控太过一厢情愿。事实上呢，啦啦队会吸引的粉丝并不只有异性恋男生，很多家庭因为喜欢啦啦队所带来的气氛，所以全家都很支持。有些小女生也会注意崇拜啦啦队姐姐的舞蹈实力，而不只是她长得多漂亮。另外呢，也有人强调，从每年啦啦队选秀的盛况来看，很多女孩其实都是抢着站上这个舞台表演。如果她们自己很喜欢这个样子，那其他人有什么资格反对呢？反对的人应该要反省自己才是最刻板的那种人吧。在刚刚提到的2种论战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2种争论背后的焦点都是谁是棒球比赛的主体，或谁该成为棒球比赛的主角。在本殖民的战场当中呢，有些人不满球员成为附属，但是在性化的战场当中，质疑者不满把啦啦队女孩视为附属，同样对啦啦队现象提出担忧，但2种担忧所在意的点却刚好有点相反。我们认为观赏棒球比赛这件事情呢，本质上是一种休闲娱乐，而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追求的就是一段良好的体验过程。那精彩的比赛内容或者是热烈的现场应援气氛，都可以带来这种刺激的感官体验。而且不管是棒球员啊，或者是啦啦队员，双方都非常努力的透过自己的努力去取悦观众。有些人可能因为啦啦队进场，但他们同时也会成为球队的死忠支持者。球员啊跟啦啦队之间的粉丝，并不是互相矛盾存在。所以我们觉得，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换个思维，改用休闲娱乐产业的框架来理解职业运动赛事。这个时候呢，它不一定只能是谁谁谁才能够作为主体，球员啊、应援啦啦队，甚至是观众，大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都可以是构成这个体验的主体。另外，就像很多的球迷会提到的，啦啦队员呢所能够带给观众或者是粉丝的感动，并不会输给场上的球迷或是其他的娱乐偶像。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也非常乐见这样子的舞台上面呢，可以出现更多不同类型的表演，甚至不同性别的表演者，因为这样在扩大市场同时，或许也有机会创造更多感人的故事吧。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了。最后我们好奇想问大家的是，如果台湾职棒的啦啦队有加入更多男性成员表演，你会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会更想要进场去看看他们怎么表演，我会觉得很不习惯，我可能反而不想要进场去看。所以我是本职迷，不管啦啦队怎样，比赛精彩我就一定支持。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棒球啦啦队现象。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地方看大联盟球探以及体育班的现象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